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亚洲股市，继周二全球大部分市场的抄底反弹热潮后再次下跌，美国期货在早盘交易中下跌。接下来，日本于4月进行单日最大规模购汇干预，抛售408.3亿美元以支撑日元，在7月份进行了第二轮干预，抛售553亿美元。截至7月底，日本外汇储备降至 1.22 万亿美元。接下来，迪士尼公司将于周三盘前公布其第3季度收益报告，寻求在其流媒体业务中实现可持续盈利并稳定其公园业务需求。接下来，亚股周三普遍走强，此前美股反弹，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有所缓解。尽管日本股市下跌，因波动加剧挤压了杠杆头寸。接下来这条，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宣布将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取消燃料补贴和探讨总统连任的合法性，以解决该国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僵局。下面这条，中国恒大清算人对普华永道提起诉讼，指控其在为恒大工作时存在疏忽和失实陈述。清算人还对世邦魏理仕和艾维斯塔咨询集团提起诉讼，原因是他们在2018年为恒大及其子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让我们关注特斯拉因远程软件升级，在中国召回168万辆汽车，以确保他们在后备箱未锁闭时向驾驶员发出警告。下面这条，日本央行副行长表示，若市场不稳定，将不会加息。此言论令因日元近期大幅上涨而不安的投资者感到宽慰。股市上涨，让我们关注花旗集团认为，中国人民币在全球套利交易平仓中面临被挤压的风险更大，因为日元的仓位并不极端。让我们关注7月份中国的金属和发电厂燃料进口保持稳定，尽管经济疲软且工业活动夏季低迷，但原油需求进一步显示疲软迹象。接下来，诺和诺德第2季度利润低于预期，上调2024年销售预测，但下调利润预期，因在减肥药市场的竞争加剧。接下来，日本股市经历自1987年以来最大跌幅后，居民开始考虑政府的号召进行投资。NISA 账户等免税计划旨在鼓励人们将闲置资金用于股票和共同基金。随着通胀和工资上涨，以及央行首次加息，日本正发生微妙的变化。让我们关注投资者向中国法院申请清算恒大集团子公司广州凯龙地产，因其2亿元人民币投资纠纷，该子公司目前正接受广州法院审查。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油价在从全球市场暴跌中恢复后持稳，投资者关注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